躺着就有钱赚，不用服侍老板，又不用伸手跟老爸老妈拿钱，真是太爽了！春天复春，我要拖地板。又是星期天，明天还要上班，真的很想赶快早点退休。在新加坡，45岁有办法退休吗？我朋友他们就是最近很引读这个字 FIRE， 我能做到吗？ FIRE 就是 Financial Independence Retire Early。那这股风是从美国吹过来的，因为他们就像你一样，工作了几个月，觉得很累。那我要有一个目标，我就是要有财务自由，我要提早退休，那我就可以做我要想要做的东西。你们觉得45岁要退休有可能吗？ 45岁那么早退休，那你要退休几年呢？到人生的到终点到90岁吗？那也就是说你要退休45岁，那你就是要在20年里面赚够45年的生活消费，你觉得可能吗？我就是要问你们姐姐们有什么就是快速的 step 让我achieve我的 dream。躺着就有钱赚，我不会一竹竿打翻整个篮子说不可能啊，但是有取决于很多的因素。你父母亲是不是依靠你去为他们养老？你有几个孩子？孩子以后的生活费用啊怎么办？ Wake up to reality. 如果你要退休，45岁退休，一共要退休45年的话，那你可能需要差不多300万的资金吧。300万。以前我看一张报章，他们就说，哦 ，this person has retired at 35，他35岁退休，我要，我就觉得哇，很棒。他刚好是我同学，然后我就去读他是怎么退休的。然后他其实他的钱不多，他没有屋子，没有车子，他跟爸爸妈妈一起住，但是他有一笔钱，然后他觉得他的这笔钱能够钱生钱，然后足够他去环游世界等等。但是他可能就是要住一些 hostel 等等，这是他退休的定义。那如果我真的要退休，我应该差不多存多少钱呢？如果说你去看网络的话，很多人都是以100万就是一个 magic number。所以我要存多久才可以到100万呢，姐姐们？让我来算一下。如果你45岁要退休的话，那就是2044年；如果你65岁退休的话，那是2064年。好遥远，好遥远。如果我们假设啊，你现在存款并且投资于差不多6%的回报率的话，每个月要多少呢？2044年退休的话，你现在每个月要差不多2000块，3200的薪水很难达到吧？然后如果是2064年的话，其实是一个非常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，一个月就只要500块，你就可以达到这个我还100万了。能接受。对，所以其实用意很简单，就是你要提早开始投资，然后用利滚利的方式来达到你那个100万的目标。其实利滚利代表什么？例如说，你开始投资，你投资1000块，然后呢，今年市场上涨了10%，所以在年底的时候，你会有多少钱？1100块。如果明年再增长了10%的话，那就不只是1000块的10%，而是1100块的10%。那你的资金就变成了1210块。再多一年的10%是1210块的10%，这就是利滚利的关系。那我就会一直赚更多钱。对，就像滚雪球，越滚越大。哇，但是100万听起来是一个很大笔的数目，听起来很难哎。其实一点都不难，就好像周姐姐刚才跟你说的，只要你肯开始存钱就够了。65岁你需要一个月存多少？500块。你现在存多少钱？500。所以你已经在一步一步的接近退休的那个道路了。
所以呢，你要继续的钱滚钱，你要记得要投资。到你退休的时候，它就是变成你的一个 passive income。那我也听朋友说，就是 housing 也是可以算是一个就是自己的资产，但是我还住在那个屋子，怎么让它成为一个资产呢？当孩子们结婚了之后，他们都会离开你，又剩下你跟 money。你可能会想说要 downgrade，因为比较容易打扫，对吗？那你可以就是拿那个 downgrade 的钱，你的现金可以当成你的一个 investment。其实政府也有这么一个CPF Life 的一个 scheme， 可以选择65岁或者70岁之后，可以每个月给你一笔生活费。CPF Life 最高的每个月它可以给你2180块。所以呢，你要3000块，2180块已经是 CPF Life 了，剩下的钱你可以用你的现金来支付你每个月的一个费用，所以呢，其实是做得到的。所以其实理财来说的话呢，就是从你开始工作一直到你退休到你往生，你都要在理财。所以我的钱在就是投资这些是永远拿不出来吗？就是要永远放在里面？不一定啊，就是你要用你的智慧咯。如果说你全部的钱100万，然后你就只花不存不投资不利滚利，你很快就用完了，而且你也不知道几时会有一些突发状况需要用到钱的。有没有想过死后你爸爸妈妈怎么办？你那怎么办？所以呢，你拿100万之后的现金呢，你可能要把一部分的钱要放在一些比较 high income 的产品。那比如说，你可以买一支债券，每一年给你4%的回报率的话，你就可以拿那个 income 来当做你每个月用的消费。哇，但是其实这个 retirement 这个字呢，听起来好遥远。其实我要去管它吗？我们要先学会爬，然后慢慢的站起来才走。你要先去存钱、投资，就是还有 protect， 就是你要insure。存到你第一桶金，存到第一桶金之后，你可以再投资，你可以再买房子，那这些呢也可以帮助你增加你的财富。所以我们一直说要开源节流，提早投资，对吗？就按照你为自己所设立的一些财富目标，开启你的投资，养成了那个投资、储蓄投资的习惯了之后，你就会发现，其实离你的目标没有那么遥远。让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知识点。第一，虽然退休还遥远，但不可彻底抛在脑后。第二，利用利滚利的效应，取得长线财富目标。第三，退休后也要继续钱生钱。